墙面之上竟然挂着一个金色女人，传闻这就是守护墓穴的女婢。女婢生前被一种特殊毒药浸泡，虽然已经历经千年，但却依然存活于世，基因极寒，放置良久，身体坚硬如铁，刀枪不入，已然成为杀戮机器。多年以前，发丘一脉兄弟二人来到了秦岭龙窟，虽然早已隐退江湖，可村里乡亲却得怪病，唯有鬼参方能治愈。鬼参生长在基因极寒之地，放眼天下，唯有秦岭龙窟方才拥有。一印在手鬼神戒臂，正是发丘天官印，此物天外陨石打造，百官赐福，百无禁忌，可驱除一切邪祟。再穿过长廊，兄弟二人来到了墓室内，而鬼神也确在此处。弟弟张银川拿出工具准备采摘，哥哥张金川却发现墓室洞口竟悬挂一个女人。金川缓缓向前观瞧，女人毫无生机，全身竟如黄金打造。金川取下女人腰间金羽毛，有了它，女儿茉莉就不会再挨饿。银川这边刚好采下鬼参，金川却发现手中羽毛发生变化，抬头望去，原来刚才均是幻象。银川劝哥哥把东西还回去，可家里穷得揭不开锅，为了女儿吃饱，金川还是拿了羽毛。就在二人准备离开之时，一个鬼面男子突然现身。他知道两人是发丘传人，而男子正是传说中的居士法王，手下统领绝子军。发丘属于盗墓，绝子军则是守灵，两派天生就是冤家，双方打得难解难分。但兄弟二人终究不是来人对手，就连天官印也被劈成两半。哥哥金川率先败阵，弟弟银川也最终不敌。金川解释，发丘早已金盆洗手，此次下墓只为采药救人，但鬼面却看到金色羽毛。金川让鬼面放了弟弟银川，而鬼面只向地上佩剑，让银川用它杀了金川，就放过他。看了看自己的哥哥，银川艰难起身，捡起佩剑，缓缓走向了金川。疏忽之间已是经年，金川女儿茉莉长大成人，她一直在寻找父亲死去原因。二叔银川说是病死的，让茉莉不要再查下去。可茉莉根本不信二叔的话，她想不通当年二叔和父亲一起去到秦岭龙窟，为什么父亲死了，而二叔却没事。今天是茉莉的生日，思念父亲的她来到龙窟给父亲烧纸。叔叔这么多年一直看病抓药，不敢出小镇一步，我一定要将那半块天官印找回来。为了拿回那丢失的半块天官印，茉莉根据父亲留下的笔记，依次翻动墓穴门上机关，本以为这次能够打开机关进入墓穴，可没想到很快就中招。茉莉手臂瞬间传来痛感，她中毒了。这时一个刀疤脸出现，他是鬼面人手下绝子军。茉莉知道大事不好，扔下一个闪光弹，拔腿就跑。可刀疤脸哪那么容易对付，手持弯刀在后面紧追不舍。很快茉莉就被刀疤脸掐住脖子，刀疤手臂一断，很快败下阵来，眼睁睁看着银川带走茉莉。茉莉意识开始模糊，口中不停喊着父亲名字。银川看着侄女受伤，心疼不已，从怀中掏出那半块天官印。神奇一幕发生，天官印散发出柔和光芒，照射在中毒溃烂的皮肤之上。经过天官印治疗，茉莉的毒性暂时被压制，要想完全解毒，还得另寻他法。第二天清晨，看着茉莉脸上的皮肤恢复，银川可算松了一口气。为了压制茉莉身上的毒，张银川将那半块天官印交给茉莉，并告诫说，那些黑衣人他们惹不起，以后不要再去龙窟。茉莉听完不以为然，只说自己饿了要吃饭。二人点餐十分拮据，店小二一脸不屑招呼他们。可当张银川拿出一块铜钱时，店小二立马变了脸色。正是斗宝炉的6座铜钱，只有上6座才有资格拥有。张银川说明自己来意，他要找蜂窝匠的柳师傅。从古至今，帝王将相墓穴都层层设防，久而久之，江湖上就出现专攻此道的蜂窝匠人，他们熟知所有地洞机关，所以茉莉中的毒也只有他们才可能知道。根据小二提供的线索，二人来到一家修车铺，开门的是个戴着眼镜的年轻人。听闻来者是发丘的银川，便将二人迎了进去。此人名叫柳庭生，是组织里最年轻的蜂窝匠。得知二人来意后，柳庭生一眼看出他们去过秦岭龙窟，那可是上6座都不敢碰的地方。柳庭生说，茉莉中的是乌金毒，传闻楚人把各种鸟类尸体放入铜棺内，等它们化成尸水，再放入石油，这样的乌金水便剧毒无比。将乌金水放到机关缝隙，用它来守墓，简直万无一失。可如此剧毒，如何能解呢？柳庭生取了茉莉毒血，研究半天也没有任何办法，因为他查不出这种乌金毒用的是哪些鸟类。眼看柳庭生也没有办法，银川只好带着茉莉离开这里。两人来到一处小摊，茉莉说突发钱，想吃糖炒栗子。一向抠眉的银川想了想，还是拿出钱来给到茉莉。买完糖炒栗子，茉莉没回去，而是来到了柳庭生这里。见到桌上有个新奇小玩意儿，就忍不住拿起来观瞧。
刘庭生立马将其夺过来，这可是要命的东西，一旦将它启动，方圆几里的毒蜂都得过来。银川这里，一个男人拿着酒瓶就在他对面坐下，来人自称莫银，听闻银川祖传阴阳秘术，便撒了一把花生米，让银川帮自己算一卦。银川用筷子拨弄一下，卦象立则对，知故人相遇。莫银听完点头称赞，他自小被迫习武，苦练多年，从未真正出手，直到几年前遇见两个素未谋面的宿敌，打得他们一死一逃。银川这才明白，眼前不是别人，正是那守护龙窟的鬼面。他是为茉莉意图下墓的事情而来。听莫银的话外之音，张银川立马意识到茉莉有危险，可有鬼面和刀疤的阻拦，银川一时也走不了。看着刀疤那只被断的左手，银川表示自己的命可以不要，只求鬼面放过茉莉。而修车铺这边则闯入了一批绝子军，刘庭生临危不乱，为茉莉擦了点六神化露水驱虫后，缓缓启动镇灵风，瞬间大量毒蜂从窗户飞了进来。刘庭生趁机带着茉莉逃出房间。与此同时，张银川这边还在和鬼面对峙，天空突然窜出一颗信号弹，正是茉莉求救信号。张银川站起身来说道：“如果你非要伤害我的侄女，我死也会拽着你上路。”说完，迅速转身去找茉莉，在鬼面的示意下，刀疤也追了上去，他要杀了银川，报断臂之仇。二人跑了一段距离，停了下来，仅仅一个回合下来，刀疤就被张银川一脚踢飞。而这刀疤也是个狠人，直接用居士古针激发自己的潜能。张银川见状，直接拔剑冲了上去，二人你来我往，打了10几个来回。施展邪术的刀疤不但力大无穷，而且浑身毫无疼痛。张银川被一脚踢到下巴，瞬间腾空飞起几十米。可想到茉莉还在等他，抓住机会盘身而上，一个肘击攻击刀疤头部，俯身将其扔飞出去之后，捡起落在地上的佩剑，直接将刀疤一剑穿透。而后赶紧离开去找茉莉。找了一会儿，三人在街头相遇，看着茉莉手中的半块天官印，张银川说出了另一个解毒的办法。他让柳庭生带自己去找神仙眼，神仙眼住在无界之境，无界之境没有时空概念，所以神仙眼能知过去，通晓未来。也许找到他，就能知道茉莉中了什么毒。张银川和茉莉在柳庭生带领下来到了无界之境，不料神仙眼早就知道他们要来，安排了一个婆婆在门口迎接。婆婆说，要想见神仙眼，条件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进入无界之境心门，接受挑战。进去的人心魔肆虐，生死难料。曾经有不少人进去后，永远被困自己心魔之中，再也没能醒来。只要能帮茉莉解毒，要他张银川做什么都可以。说完便大步走了进去。当张银川睁开眼睛时，发现自己处于一片幻境之中。在这里，他看见到当年在龙窟的场景，鬼面让他取剑杀了哥哥。当时的张银川持剑缓缓走了过去，挡在金川的面前说道：“要死也是我死，别想动他。”原来当年哥哥金川为了让他活下去，选择了自杀。这些年来一直不肯告诉茉莉，一来他认为哥哥的死自己有很大责任，二来就是怕茉莉去找鬼面复仇而自寻死路。经过一番心理挣扎，张银川最终还是打破心魔，见到了神仙眼。神仙眼说，你哥哥牺牲自己不是为了让你自责，而是希望你能够好好活着，重获新生。秦岭龙窟是张银川不愿面对的心结，现在心结打开，只要找到那半块天官印，让其合二为一便可解毒。这木门之上有7个小孔，对应的南方朱雀7星，相传楚人以火鸟为符，有死而复生的意思。在张银川指导下，柳庭生挨个转动7个机关小孔，按下最后一个机关，随着一阵剧烈震动后，这暗藏杀机的木门总算被打开。就在3人刚踏入墓穴时，外面就被一群绝子军团团包围。此刻茉莉的毒又开始发作，外面也传来绝子军的声音。张银川让柳庭生带着茉莉先走，他留下断后。在打斗的过程中，一人不小心踩到了地砖机关，大量的无尽毒弥散而出，渐渐吞没了倒下的绝子军。看着赶来的莫银，张银川转身就跑，而莫银被这无尽毒阻挡了去路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逃走。无尽毒中还有大量石油，银川将其点燃，炸掉了长廊入口，随后与茉莉他们会合。根据笔记记载，3人顺利来到了墓室入口，也就是当年银川踩鬼神的地方。看着墓室入口上的小金人，柳庭生说这是守墓的女婢。根据笔记上记载，女婢生前被某种药水浸透，让其沉睡且尸身不腐。外面壁画上是火鸟，而火鸟有死而复生的意思。柳庭生猜测这是在研究长生之术。此刻的银川只看着哥哥的尸体，并不在乎柳庭生在说什么。可就在此时，那女婢却突然活了过来。银川见状，让柳庭生护好茉莉。只见女婢缓缓站稳了身形，伸手一个隔空举物，拿到武器后直接冲向了银川。女婢生前被药水泡过，又在这阴寒之地1000年之久，早就是一副铜皮铁骨，刀枪不入。再加上她身法灵活，张银川一时也拿她没有办法，被女婢接二连三踢飞。好在柳庭生翻阅了笔记，在他的提醒下，银川用剑斩去无尽毒，随着女婢缓缓倒下，墓室入口也随之打开。
银川看着哥哥尸骸泣不成声，茉莉再次问到父亲到底怎么死的。张银川没有回答，只是在哥哥的身上找到了那半块天官印。他说先解毒，回家再说。可茉莉却不依不饶，他现在就想知道父亲到底是怎么死的。可银川不想告诉侄女，他父亲因为拿了别的东西被逼自杀，更不想破坏哥哥在侄女心目中的英雄形象。茉莉哭着哭着，突然毒发倒地。银川见状，赶紧将2块天官印合而为一，然后用它对茉莉进行彻底解毒。茉莉的毒是解了，可出去的门却被张银川给炸了。3人只好往身后的墓室走去。他们前脚刚走，魔银就炸开了墓门。墓室内一座破烂的吊桥通往墓室的中央，而出口就在对面。可就在几人通过吊桥准备离开时，鬼面追了上来。张银川见状，把茉莉交给柳庭生，让他带茉莉先走，自己留下断后。柳庭生发现这地上记载的竟然就是长生术，在打斗中，鬼面的骨刀刺入地洞已无法收回。张银川趁机一刀劈开了他的面具。愤怒的鬼面一拳击飞银川，用尽全力想要拔出骨刀，不料却将前面仪器给彻底打开。醒来的茉莉见叔叔有危险，挣脱柳庭生想要帮忙，不料却差点掉入深渊之下的无尽毒。好在银川眼疾手快，上前抓住茉莉，将其救下。而另一边的鬼面看着地洞里的尸骸，愤怒不已。原来这就是他们祖辈研究的长生术。愤怒的鬼面不小心吸收了里面的阴毒之气，变成了不人不鬼的怪物。此刻的鬼面战斗力暴增，张银川只好给自己扎了一针来激发潜能。当年你爸为了让我活下来，选择了自杀。今天我一定要为你爸报仇。2人打斗的场面是险象环生，惊心动魄。最终眼看不敌的张银川选择了和鬼面一起坠落深渊，茉莉愣在原地欲哭无泪。这时突然传来了张银川的声音，他没有和莫银一起坠落，而是抓住岩壁缓缓爬了上来。